大家好，今天是120 FPS 挑战的第二部分 ，DMA 和双缓存。首先从理论开始，我们播放视频需要把 SD 卡的数据搬到内存，然后从内存把数据发给 LCD 控制器。这个过程全程由 CPU 参与，结果就像厨师亲自把菜端给客人 ，CPU 的负担非常重。为了解放大厨，我们得请个专业的传菜员。这就是 DMA。根据这示例可以看到，数据传输没有 CPU 参与，极大的加速了处理时间。但是这样出现一个问题，读写同一块数据段的时候，如果 DMA 没有控制好与屏幕刷新的布档，两者会产生严重的读写冲突。简单来说，显示器在内存还在写入的时候就读出来显示，就会出现一半是新画面，一半是老画面的情况。工程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，就是双缓存。看示例，我们在内存里开辟两个区域 A 区和 B 区。第一步 DMA 正在把 A 区的数据发给屏幕，同时后台疯狂处理下一帧，并把它画在 B 区。第二步，当 DMA 发完 A 区，它立刻无缝切换到 B 区，同时在 A 区准备第三帧，这样就轻松解决了冲突问题。理论说完，看下硬件。SDMMC 连线，请参考上期内容。然后是 ST7735的连线，左上角是这次示例的连线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对应的 GPIO 引脚，也可以参考右上的视频的具体讲解。为了达到最大速度，需要大家格式化 SD 卡为 FAT32， 簇大小为 64KB。最后使用 FFmpeg 转换一个视频文件，复制到 SD 卡中，具体命令请看留言栏。好了，看下代码。这个代码使用 ESP32 底层库实现，但是不难理解。这里由于时间不详细讲解，只说明重点的部分。首先是双缓存，可以看到在 SRAM 定义了2个帧大小的数组，每次读完一帧后进行指针交换，把写满的缓存发给 LCD。然后是 SDMMC 的 DMA 设置，这里调用 SDMMC Host Default， 默认开启 DMA 模式。而在 LCD 的 SPI 初始化中，加入参数 SPI DMA CH Auto， 自动分配一个 DMA 通道给这个 SPI。这里要补充一点，好像是我用的 ST7735S 有 SPI 传输长度的限制，无法一次发1帧的数据，只能分成4回发送。最后，大家在片头看到 SDMMC DMA Buffer 64K， 这是速度优化的重点。我们把 SD 卡按簇 64K 的大小格式化，但是 ESP32 不按 64K 设置 DMA 缓存的话， CPU 会重新整理读出来的数据，造成大量的时间浪费。按簇大小设置 DMA 缓存会节省大量时间，就是我们看到30 FPS 提高到77 FPS 的原因。最后上传执行。可以看到77 FPS。这样今天的内容讲完了，希望大家订阅，下次我们讲多任务来继续提速。